英文版上线啦！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快订阅，每天爱你多更多哟！感谢，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世界第一条。世人口中的烽火边界，给我们全然不同的热情体验。天哪，我觉得我来到电影场景里，你看那一栋。他刚才用手直接去抓那个肉。阿富汗边境城市，多元文化交错出独特氛围。就是我们一般车子用的那个车动排档，油门跟刹车，其实还是有点紧张。脚下已经是河哦。世界第一等突破界限，直捣中东神秘禁区。如果说巴基斯坦是个神秘国度的话，那么位于该国西北边的开伯尔普什图省绝对是神秘中的神秘。简称 KP 省的它，由于西边和北边都与阿富汗接壤，有高达300多万阿富汗难民及其后代生活于此，使得 KP 省的文化、语言、生活习惯都受到阿富汗影响。而大家所熟知的塔利班组织，更是以这里为主要活动据点。因此，敏哥也不断提醒我们，想要一窥其神秘色彩，除了有可靠的朋友带路，行事要低调之外，在出发之前，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前置作业，那就是上市场买衣服去。其实算是传统市场，在传统市场对整个区域，就卖一些吃的，卖一些小东西，家里用的，有卖一些鞋子、衣服都有。你像现在这个区块都是卖布料，有一些女生家里自己会做衣服的。哦，所以她只要买布回去自己做。所以我知道女生的那种传统服饰叫布卡，是不是？No， 这边是讲 salwar kameez， 这个是 salwar kameez。哦，黑豹就是穿布卡就是黑豹，就是全部只剩2个眼睛。对，这黑豹就是这样的，它这是外面穿的啊，这边就是大部分都是结婚的 party 这个就很华丽，很华丽，对，风格很，平常也太，就像我们穿礼服啊，穿西装正式的那种，平常也不会穿到那么多。原来巴基斯坦的传统服装，不管男生女生，都叫做 Shalwar Kameez。虽然同样是回教国家，但这里相对较为开放。也因为受印度的影响，所以女生的穿着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出门一定得要穿着布卡或戴上面罩，只能露出2颗眼睛，而是有更艳丽的花色及更新潮的穿搭。至于男生，则是简单的长版上衣搭配宽松的裤子。如果硬要讲，它其实你可以看到敏哥这边有没有？它这个比较像我们的立领衬衫，它只是做更长。对，那它这个是只有上衣还是整套？上衣跟裤子。颜色目前看到台面上选项没有到这么多或这么华丽的花俏的颜色，都还是比较大地色系，最多有一个浅色天空蓝。哦，这个就很华丽哦，有一点华丽的，是，它就是比较简单，有这边跟这边。这个，那你就去拍录里面。好，可以去直接试。好。真的很长，这个很大，这个很大，这个有一个特色，它的丝袜子。这个不是我们想的。来，你的2倍。这个怎么穿啊？对啊，这个有一个特色啊，反正你要。Boss S。对，这个哦，就你自己要拿松紧带或绑带把它绑起来，有没有？有孔。这有没有像
减肥前跟减肥后，我都穿在一个裤管里面，我瘦身成功了。亲着跟亲着。明哥，麻烦你，我们看一下，你看就是这样只有一个口袋嘛。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拿那个 ，OK。超大一个礼包，明哥，你这里面穿这个一般还会再穿内裤吗？我有穿内裤，你有穿习惯了？到巴基斯坦，我给你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不会穿内裤，我有穿。为什么我哪一个都不会？都不穿内裤，没有人有内裤啊。根据我们这几天的观察，虽然这里也逐渐现代化，慢慢接受牛仔裤或是西装的穿着，但是走在路上大多还是以传统服装为主。据说是因为轻薄的布料加上宽松的剪裁，在夏天动辄高达40多度的气温，才较为舒适透气。哇，自己穿起来。我觉得裤子因为它本身就已经很大，所以你拉起来已经拉很多，而且我还得提高，然后绑很紧，然后它说实话活动很方便，完全没有任何拘束啊。这个是台湾现在一个流行阿拉丁裤子啊，飞鼠裤啊，哎呦哇，明哥知道，对，就是类似像这种感觉，因为你不会有被卡住紧紧的感觉。这个是 uncle， 我们明哥的 uncle， 这个呢就是另外一种穿法，对不对？哦，这个我看大街上几乎每个人男生都会这样披着这个，这是包起来，这样你就不会风出来，让它很软。就是不管你包头、包脸，全包住的，有包身体的，大概这个地方比较冷的地方，你会包起来，里面这样子的。他们这个包法其实有一个手法，一个 cushion 在，包完你就会觉得，你觉得它不会那么容易掉哦，就这样子。像不像那个无脸男？帮我披个无脸男。对，然后是这样遮住。他们发展出很多不同的包法，都是有这样子是稍微凉一点点。新潮。对，就是有一个，而且它有一个卷法，有没有？它其实有一个卷法，然后还有一个折痕，这样子。戴一下毛毛就热了，因为毕竟在室内。哦，这样子，真的很多种包法。这个像出家人，老衲随风而来，随风而逝。听敏哥说，越往北部走，民风越传统和保守，所以换上当地服装，绝对是保持低调和展现友善的不二法门。就这样，我们带着敏哥的叮咛，在民宿睡上安稳的一晚，准备隔天一早向西北边境出发。哇，舒服，终于有太阳了。敏哥，我们今天是开始要往哪里走？马丹。Islamabad 前面一点点，会去阿富汗附近。哦，那边就开始阿富汗风格的东西呀，就是这边比较不一样。那边现在还 OK 吗？还 OK， 真的吗？因为感觉好像接近阿富汗或边境山区那边不是？不会的，乱。不会 OK 的。还有这边特别的有。这边有什么？壁虎，给你会吃壁虎。屁股，你都笑成这样，给我吃屁股。对，一个特别的屁股，一个特别的屁股。对，是就会台湾没看过的东西的。台湾没看过的屁股。对。是的东西的。好吃吗？非常好吃。那我怎么觉得敏哥这样讲起来怪怪的？所以那个区域，一般游客或外国人不太去到那边，比较少。因为认识的朋友啦，就是敏哥有当地认识的，至少我们可以安心的吃屁股。对啊。有趣了吧？没想到在阿富汗边境居然也有特殊的屁股料理。相信大家比较常吃到的不外乎是鸡屁股，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屁股会让当地人这么羞于开口却爱不释手呢？沿着巴基斯坦5号国道，我们一路往西北方向开，准备前进8个小时车程外的 KP 省。我们在路边发现很有趣的东西，一路这样开啊，都会一直看到很多小摊贩，但是重复性最高的是像这种摊贩。看，你看他这个是卖什么？敏哥，他这个是卖水果，卖蔬菜果汁。
卖红萝卜果汁哦。对，专门这个榨汁啊。对，我们这个家这边。哦，这真的是红萝卜哎。对啊。它怎么这么红啊？哦。他刚才用手直接抓那个肉排哎，他真的用手一直在直接搓那个炸油哎。你看那个油温有多高，你光看那个烟就知道。英文版上线啦，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快订阅，每天爱你多更多哟！感谢，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世界第一点。这个颜色比我们在台湾的红很多哎。对啊，我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我也是吓到了。你说奇怪，台湾每次都叫红萝卜，我没看到红萝卜，哪里有红呢？明明就是挤的，为什么变红了？我们小时候就看这个红色的，就是真的很红，真的红色的。我就每次台湾那个，这个是应该是挤的那个橘萝卜，橘萝卜。对啊，所以就一开始觉得很奇怪，对，很奇怪了，对啊。这边冬天的时候就这个很流行，只有冬天，这个冬天比较多人喜欢。为什么？夏天没有吗？夏天比较少，有了，可是比较少。这个是红萝卜，冬天的装的。哦，冬天种。对，夏天就没有红萝卜，就是比较远一点的啦。哦，所以是冬季的。但这边的人怎么这么爱喝红萝卜汁啊？多喝其他水果，比方你们苹果也很多啊，香蕉啊，苹果也有啊，你看这个人啊都有的，都是有。可是这个我看到最多，在路上啊，新鲜，他们有这比较便宜也是便宜的，哦，比较便宜。他们想就是它会没烂，流血里面眼睛会好啊，对不对？哦，哎，跟我们以前讲，吃红萝卜够把劲哦。没想到萝卜汁竟是巴国人的最爱，到处可以看到像这样的果汁摊。不过敏哥也解释，在农业改良技术不发达的巴基斯坦，主要还是看当季适合种植什么作物就吃什么。像这样冬季满街萝卜的景象，一到夏天就会被西瓜取代。哇，好甜哦！台湾100%白甜。它的红萝卜臭味很清淡，几乎没有，现在出来一点点，但它的水分超夸张。它刚咬下去的时候，那个水分很像我们在吃白萝卜，比较像白萝卜的那种水分，很 juicy。给你看哦，就稍微这样，看我这样拔开，你看里面。水分真的很丰富，难怪满街都是卖萝卜的摊位。像这样桃红晶亮的色泽，清甜不涩的口感，真的是我第一次吃到，完全可以当水果来卖了，绝对是冬季来到巴基斯坦最佳的蔬果选择，也让人更期待打成萝卜汁的滋味。哦，真的很甜。这很像，如果在台湾喝，我会觉得它已经加糖。可是你看它刚才就直接炸，完全没有添加任何东西。这个糖分真的很高哎，但又不会腻口。它这样一杯卖多少？40块，对，8块钱台币，一大杯，来喝喝看，喝看。真的蛮甜的哦，跟单纯那个红萝卜汁比起来，真的没有那个超级。对，它没有很多人讨厌红萝卜啊，什么小黄瓜那种味道，它几乎没有，很淡。那它当然有一点蔬菜的一点点的涩味。巴国的物价有多低？看看这杯萝卜汁你就知道。500cc 在我们的夜市少说也要卖个50块台币，这里竟然只要1/4的价钱 ，CP 值超高，好喝又营养，难怪深受当地人喜爱。而搭车旅行最迷人的地方就是这样，沿途总是惊喜不断。因为就在我们经过首都伊斯兰马巴德时，又看到令人不得不停下脚步的雄伟建筑。这个大概是世界上为数不多造型最特殊的清真寺了。这是伊斯兰马巴德最大的，应该是整个巴基斯坦最大的清真寺，很漂亮哦。
它这个造型，当初设计概念是源自于跟贝都因人或是沙漠游牧民族的一个帐篷的这种概念去设计的，很特别，很漂亮的建筑。它不是圆顶的，然后它的宣礼塔四肢也都是尖的。费萨尔清真寺是巴基斯坦的国家清真寺，也是南亚地区最大的清真寺。不过，却是由沙烏地阿拉伯前国王费萨尔捐赠，花了10年才建造完成。另外，还有这处巴基斯坦纪念碑，象征了巴基斯坦人民的团结，主要由4个大花瓣和3个小花瓣组成，象征了领土中的4大省份及3块领地。其上更有浮雕，显示各地风情及重要人物，绝对是来此一定要造访的2大景点。倒是在包揽首都的建筑之美后，也让我们对于 KP 省的阿富汗边境风情更加好奇了。还吃香蕉？换衫。瓦莎，干什么？换衣服啊！不是你换而已吗？没有啦，大家都要换啦。啊？不要遮风避雨。他们穿一样的，他们衣服，他们跟对，一样的衣服穿，你对他人家多爱你呢。那个外国人来穿我们的衣服啊，还多给服务好一点了，对。哦，对。那我裤子穿在里面会不会很奇怪？因为这里其实很薄哎。看你们，你们有那种什么对，我有贴中的。对。哦，里面还藏玄机啊。对。然后就拉紧就好了。对，拉紧。对。哇，这个蛮方便的，有这个一根。对，那个你要重穿哦。对，穿裙。是不是就拍裙哎？你的那个拍照，可以。叶师傅。你这比较像店小二那个人物。不是功夫里面不是弹古筝那一个噔。哦，蛮像的。一曲肝肠断。没想到巴国的传统服装跟古人穿的长袍还真像。不过说笑归说笑，连工作人员都得变装，就知道这绝对不只是单纯体验传统服装，而是避免在这个相对保守的地区引发太多的关注及骚动。台湾的有块一样。哇啊！你看到了没？长米，巴基斯坦式的长米，然后里面有一块肉。等一下，这边可以看到黑黑的，拨开一点点看得到肉，然后这边就是红萝卜。这红萝卜不会是甜的吧？甜的。真的是甜的。阿富汗不辣。这个叫不辣，炒饭的意思。阿富汗的炒饭。阿富汗 style 果然不同凡响，早餐炒饭的口味又甜又咸，让人摸不着头绪。就连奶茶的煮法跟巴基斯坦也是大不相同。这个就是奶茶。到巴基斯坦这边，奶茶是必备的。你看它这个很特别，这个一大缸，帮你。热水而已，它中间有这个炉火，然后你看它这边用这个壶子有没有装茶叶？它有这个茶叶粉跟茶叶2种，然后它装好以后直接放到这个上面，用那个炉火继续滚它。哦，就这样。它的茶叶是不过滤的，直接茶叶它就会变下面这样子。哦，沉淀一点。在巴基斯坦这边呢，他们有一个特色是，他们是用牛奶去煮茶叶，而不是把红茶泡好以后加牛奶，所以他们基本上里面只有牛奶，没有水，所以味道很浓郁。你看这一大缸，里面全部都是新鲜的牛奶。小茶壶中放入茶叶，想喝奶茶就直接加入牛奶，想喝茶的就加开水，一人一壶刚刚好，还能兼具保温效果。不过最让人惊艳的还是这一摊。有没有看到？它这是手工肉排，它是直接一坨，然后弄成这样圆圈，然后放到这个铁锅上面，然后手指头稍微压一下，
它就变肉饼。这个说出来有点像我们去那种好一点汉堡店有没有？吃那个手工汉堡，拍以后直接现煎现炸。这个很特别，因为它是，当然这边下面是用炸的，它炸到表皮酥脆以后，它会再拿起来。排档就是我们一般车子用的那个车动排档，油门该不会在脚下吧？哎，真的哎，你要太有趣了。英文版上线啦，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快订阅，每天爱你多更多哟！感谢，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世界第一等，他刚才用手直接去抓那个肉排，Nee, iedere berg, iedere kant niet.他是弄了一坨肉，对，沾一点水， Oké, 然后压一压，压 kita弄 ，OK， 我弄了啊， ，Oké, 我压平。 Oké. 他这样不会烫吗？他刚才手有沾水耶， Één 碰到那个油，你这样不会烫吗？还好，他真的用手一直在直接搓那个炸油，你看那个油温有多高，你光看那个烟就知道。它旁边那个是什么？蛋啊！有的人要加蛋呢，那里面就会加进去加蛋了。哦，他是把旁边的那个蛋渣，已经散掉的蛋，直接揉到肉里面去。这种吃法是只有阿富汗人，基本上做完，他会在旁边沥油，沥完以后就会像这样，看起来好像有点黑黑的，对不对？有点黑黑的，然后它不是加柠檬哦，它是加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挤在上面，直接这样吃。这个通常是配饭、配饼啊，配奶茶啦，就是这样。哦，直接这样吃也可以，所以不会去加吐司加什么。没有。感觉好像可以，比如说生菜，然后番茄，然后番茄酱，然后芥末，然后加吐司，感觉很好吃。都说厨师的双手不怕烫，看起来还真的是如此。看看这位帅气的大叔，把手伸进热油里，还是一脸酷样，面不改色。倒是这看起来有点不起眼的炸肉排，真的会有让人惊艳的地方吗？咱们拭目以待。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已经超越早餐等级了。你要讲他早午餐或是他中餐、晚餐，感觉其实都是可以，都差不多了，都是可以直接这样吃的。刚才我们第一个看的炒饭，刚才我不是说他们饭叠上去后中间会藏一块肉吗？我让你看一下这一块肉多厉害。这个不是只是肉片哦，它根本就是放了一块牛排在里面。哦，有没有看到这个？看这个厚度，它这个牛排讲是牛排，但它多软烂。我像青筋丝哎，我没什么在处理这个筋的部分。知道它多软了吧？有煎过的那种香味，然后也有蒸煮过的软烂，不会腻口。然后你吃进去吃得到它那个胶质感，嘴巴黏黏的那个胶质的口味。这样一份多少？200块卢比。这一盘40块台币。这不是铜板美食，什么才是铜板美食？8块钱台币的萝卜汁就已经够扯了，巴掌大的牛排饭更只要40块，比我们一颗肉粽还便宜。重点是分量绝对超有诚意，一个男生都不见得吃得完。虽然它颜色有点深，但不要害怕。这个我们手工肉排有时候颜色本来就会比较深，再加上它很多香料在里面，这个不可能不好吃啊。我喜欢它那种脆脆的口感，表皮有点焦香脆脆的，然后香料味跟肉味你完全都吃得出来哦，它不会说香料味很重没有肉味，或是肉味很重没有香料味，完全不会，搭配的刚刚好。
淋橙汁，橙汁淋上去，那个肉的味道变得很不一样。因为它肉本身加了香料，所以不会有那种很油腻的口感。加橙汁是对的，刚刚好酸味，再加一些甜味，反而让它的有一些香料的辣味跑出来了，在舌头上面，很明显的跟单吃是不一样的，它的层次变得很丰富。还再加奶茶，看起来很像丝袜奶茶哈。哦，这个没有加什么糖，我觉得味道反而更好。哇，6个字：外酥内软多汁。99分的手工肉排淋上橙汁，刚好满分100分。真正的高手在民间，没想到看似不起眼的小小美食广场，竟然摊摊不踩雷，个个 CP 王。没有华丽的装潢，也没有过度的摆盘装饰，吃到的一分一毫都是真功夫，都是满足的滋味，让人老早就把阿富汗边境的紧张氛围抛在脑后。然而这里讲究实在，追求 CP 值的生活方式还不止如此。你看这个缆车太厉害了吧？是摩托车都可以上的意思吗？非常简单的包厢，然后小小的椅子啊，然后这边下面就是木头铁条在中间，我还要上去。OK，yes, sure。哦，一次一台。OK， 一次一台了。哦，还有人要上，有人要上。哦。你可以看起来目前感觉好像还可以哦，还算稳，它没有坐上去以后会这样子左右倾，可能因为主要它是两只啦，两只那个缆线，它不是单一只，单一只就会真的会很晃。由于桥梁建设的数量不足，这种特制缆车就成了最常见的渡河工具。除了耐用、稳固、便宜之外，最特殊的地方其实是在这里。它这个是排档，就是我们一般车子用的那个车用排档。那它的油门在哪里？油门该不会在脚下吧？然后它这条，你看它这边一条白色的，这个白色绳到这边，它就知道对面到对岸了。哎，真的哎，你要太有趣了。你看它下面啊，你等一下不能拍一下啊。油门跟刹车，看得出来吗？它现在在踩刹车，然后旁边那个长的是油门。有喇叭。它改装的真的很有趣哦。这样子是多少钱？一个人一个10块。那如果有车呢？啊，我比算2个人。对啊，算20。它真的就是一个汽车引擎。对啊，你看传动轴，这个现在这样裸露在外面，感觉就是很像我们那个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在学组装。当地人也太有才了吧！汽车模组完整移植到缆车上，而且毫无违和感。重点是单趟只要台币2块钱，加机车再加2块，根本是佛心来的功德价。真好奇，这样够付油钱吗？不会做到亏本吗？还不错哎，其实不会晃哎，我觉得它晃动程度啊，其实有时候猫缆晃动程度，感觉比这个还高。拜拜。其实还是有点紧张，大家都会紧张啊，没有，而且它没有任何的窗户啊、玻璃啊、挡风啊什么，完全没有，脚下已经是河哦，好快哦。完全没有那种我们有时候坐缆车会越来越高嘛，然后你往下看，会有那种害怕的感觉。现在这样都还好，说实话真的还好。来看一下对面这边，蛮简单的。然后你看它上面，也就是一个转盘，跟对面我们在引擎后尾端看到的转盘是一样的，有2条细绳，然后2条粗的钢绳，就这样带动。毕竟这只是一般渡河用的缆车，舒适度当然不能跟我们的猫缆或是其他观光缆车相比。
但是能在日常交通之中顺道饱览河上风光，也算是一种小确幸啊。只是我们才刚来到河的另一岸，现场气氛却突然转变。在我们摄影机后面呢是当地他们的清真寺，然后因为当地人比较多是阿富汗人，然后可以明显感受到他们跟在巴基斯坦，我们在不管是在比较靠首都，或是在古吉兰瓦拉或者拉后，他们那个区块的巴基斯坦人很不一样，他们这边看你的眼神跟表情真的是比较是在打量你，然后因为这个区域也比较保守，然后不管对小孩啊、对女人啊、对女孩子啊、小女妹妹都不可以随便的拍照，或者是不可以随便的一直看这样。他怎么知道我们这样的，这样摇？对啊，真的啊，真的吗？真的啊，这样摇就代表告诉他要回去了。对啊。那如果是风吹，他怎么知道？他们风比较大的时候，到时候我这边有，可能这边有另外一个人啊。哦，另外一个人在看。对啊。哦，对啊，不然你看完全没有任何说铃声或通话系统，或者是有固定秒数，他们就是怎么会知道有人要回去或不回去？你跟人家挥手他是看不到的啦。哇，他们有我这样子。哦，他在比。他按喇叭就通知了。要开了。对，按喇叭通知。难怪刚才我们在那边的时候，他有按很大声的喇叭。我想说，他按谁喇叭？原来清真寺是当地人最常聚众的地方。就算是身为巴基斯坦人的敏哥，在如此敏感的地方，也不能准确判断对方看着我们打量，只是出于好奇，还是别有他意。为了安全起见，只好赶紧离开，寻找敏哥口中最好吃的屁股。我只能说，要吃一个屁股真的很不容易。现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半，长途跋涉来，还不能直接就去找当地那个游牧民族了。他们的逐水草人居，他们不熟悉的人，他们是第一个，他们不会让你靠近；第二，防备心比较重；然后第二个，他也不可能让你拍，根本不得其门而入。这就是为什么我身后这一批都是今天跟着我们来的，在巴基斯坦。你如果认识，比方说，我认识你老婆的哥哥，他是我哥哥的三舅的大伯，就是一定要有能够这样连在一起的亲戚或朋友关系，他才会有机会认识他，所以我们全部都要来。大家稍安勿躁，毕竟敏哥曾经说过，当地人什么没有，时间最多，所以他们的行事风格就是慢慢来。再加上游牧民族又比一般人更为害羞，所以当然我们也要入境随俗，调整好节奏，才能真正体会边境生活的风情与文化。Hello, brother. Which way to the ship? The house? House. Oh, their house. 那个我问了，好。再往前。天哪！我觉得我来到电影场景里，你看那一栋，再把它墙盖高一点，像不像电影里面的那种真的他们那种建筑哦？就在这个区域，请原谅我不太方便一直提这些名字，因为他们当地人其实都听得懂这个名字的各种念法。看到羊了，呜呼！终于，但现在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现在傍晚了，他们把出去放牧的羊赶回来了。only sheep。对，他就讲，就是马上你看一过来后，他们居民就会讲说，不要拍对面那边，不要拍他们家。Your sheep? Yes, it's always his sheep. 说老实话，虽然找到屁股羊让人十分兴奋，但是别忘了，我们可是在塔利班组织活动的主要省份，而且一般的阿富汗人，尤其是游牧民族，对于拍摄也有禁忌，所以带路的人才会不时提醒我们不要乱拍。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还是照规矩来。我看到不一样了，哇哦！来，你看这个小羊。摸它。
他是屁股是豹纹的。英文版上线啦，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快订阅，每天爱你多更多哟！感谢，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世界第一点，我看到不一样了，哇哦！来，你看这个小羊，这是什么？你看，这个你还看不出来？你看那个，你看它的屁股。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屁股羊了。你看那个小的超明显，哇！你看它的屁股。超像一颗爱心的，有没有？超像一颗爱心，大大烧反过来的爱心，摸起来很像一颗肿瘤，都是感觉就像是脂肪的感觉啦，我猜啦，因为它没有肌肉，不硬，然后非常的软，很特别哦，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羊哎，这个品种。敏哥，它这个羊是特别在这个区域的品种吗？只有阿富汗这个区域，其他呢还有我们巴基斯坦的这个，还有我们伊朗旁边有一个奎塔，其实都是这种。它名字什么不一样？东巴，特别是讲这种羊。对。原来屁股羊也叫肥尾羊，算是很常见的饲养羊品种，就是以其独特的大尾巴和后身躯而闻名。数量约可占世界绵羊总数的1/4，通常出现在非洲北部、中东、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北印度等地。因为脂肪堆积在尾巴两侧和尾巴的前几节尾椎骨的空间，才会让整个屁股看起来如此壮观。据说有时候还会大到拖在地上，进而阻碍交配。来了吗？抓！他为什么一下就抓到了？那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羊。对啊，他们就可以。好可爱哦！你摸摸它，我要摸你屁股喽。你看它，哎，它屁股豹纹的，哇塞，它超骚包的，它是屁股是豹纹的，哇！好骚包，天然豹纹的颜色哎。它这种羊一出生的时候，屁股就已经很明显会有多两坨，是不是？我下面是东标的，必须有东标的。它是对。那公的母的都会有这个屁股。对，男女都有。公母都有。它的名字 Turkey 东巴。土耳其的品种。它品种这边来的这样的。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呢，历史里面以前这个也是阿富汗的区域。哦 ，OK， 这个区域以前本来就隶属阿富汗。对。这个真的很像。这里面有啊，很像。你真的硬要讲，真的很像那个尾鱼肚好像还硬了一点，就是要真的很软很垂的那种，完全里面是没有任何肌肉的那种肚子，摸起来就是那种感觉，再水一点点。这一只最骚包，这只竟然有豹纹。这一只大概几岁啊？那这个地方就变做公路上，3到5年。对不起啦，小刚，我没有任何不敬之意，只是看到这么特殊的羊屁股，任谁都会想知道触感究竟如何。而且当地就有许多餐厅以专卖屁股羊闻名。虽然大家一定都很着急，想知道羊屁股到底怎么吃，不过来到当地拜访，最重要的礼节可千万不能忽略。那我们现在是要去哪里啊？我要去喝茶。喝茶。这边当地的朋友啊，这边很重要，巴基斯坦就是你一定要对。他帮你忙，然后他还会请你喝茶。对，那你要喝，他们就会生气啊，不爽啊。哦，这个不可以拒绝的。对，招待你喝茶，吃点甜点，你就一定要。对，是一种尊重。受人帮忙。我们没有喝，你要想啊，我们不喜欢他们。哦，哇。所以一定要喝。而且很有趣哦，就我帮你忙，然后我要请你喝茶。另外在台湾是我帮你忙，你请我，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是我帮你忙，然后我要请你喝茶，你只要接受，就是代表你喜欢我，朋友。正在
拍照。但他们拍照其实是好的表现，他喜欢你，他才会跟你拍照。因为有时候你刚来的时候，他们不熟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笑容。这个跟在市区啊什么其实差蛮多。真窗是可以做的，枕头也给你，是让你在那边睡觉。招待的甜点，你看起来很像什么花生糖啊，还是什么其他的，奶渣、奶糕什么？不是，它就是纯红糖，纯粹红糖，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个是算这个区域的特产嘛？味道很温润，说实话，跟我们在台湾吃的红糖、黑糖不太一样，它比较刷。这个绿茶，然后配什么一个让我来个没有的。茶配这个那个红糖刚刚好。KP 省的另一样特产就是蔗糖，没有任何添加物，甘蔗采收之后榨汁，再加以熬煮搅拌，完全纯手工制作，吃起来甜而不腻，与绿茶简直是最完美的搭配。除了招待客人，也是当地传统的饭后甜点。我正后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那个屁股羊，东吧，东吧，多少90几公斤啊？哦，你要买肉或者是在买哪一种的肉啊？你要煮哪一种的，它就会。它都可以。你要烤的有这边，对，煮的有这个后面，对啊。有串成肉串的。对。然后我刚才还看到他们把这个肉串烤掉以后，拨到一个锅子里面，看到有没有？他现在正在弄。它这个有点密封的效果啊，把它整个封住，让它在里面类似压力锅这样去炖。就这样盖着，继续烤。它里面不是生羊肉，它里面是烤过的。OK， 跟我们吃那个活虾有没有？黄金海岸熊，就是你要几斤，或是你要几锅，不同口味，它全部都可以自己。敏哥说，在巴基斯坦，羊肉比牛肉还贵，所以做法及吃法也更为讲究。先烤后焖的羊排，锁住烤肉香气的同时，也让肉质软嫩。而大锅炖煮的咖喱羊肉，更是展现边境生活的豪迈与热情。烤羊排、羊腿，然后这个这白咖喱，对，大概就这个。先吃这个，来。哎呦，谢谢你。不。找到吗？好嫩哦，很像我们的炖牛肉。这个是烤完，有刚刚 steam。哦。有刚刚有看到一个锅子吗？那不是有放起来吗？对。就给它放 steam。难怪它这么软。为什么叫屁股羊？屁股羊最重要的这一块，吃了肉了，然后它这块真的完全是 fat， 直接这样吃整块油，试试看。世界第一点，英文版上线啦！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快订阅，每天爱你多更多哟！感谢，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世界第一点。我得老实说，因为我爱吃羊肉，所以我敢吃这个。它不到羊骚味，但它羊味比较重。这个倒蛮让我惊艳的，很温润。再配上它这个肉，这样子很可以。没错，一口羊肉，一口屁股，就是正宗的阿富汗 style。肥肉和瘦肉在口中 mix 的滋味，就像我们在吃控肉一样，相信大家一定懂。白咖喱里面一样把这个肥肉放进去，黑胡椒味超香，很像我们吃那黑胡椒牛排的味道。对。就是你要这样子。这个这样好吃。谢谢敏哥，谢谢敏哥。这个油这样好吃哎！我第一次吃整块这样油脂，不会让我去这样子，很
很嫩很香。在敏哥及众多亲朋好友的协助之下，我们首次踏上世人口中充满战火、危险、恐怖攻击的阿富汗边境。虽然一度感受到紧张不安的气氛，但总算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之下，安全顺利地完成拍摄。或许这里不如外界传言的可怕，也或许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中。然而，人民的善良、热情与好客却是没有任何改变。喜欢吗？